一杯咖啡真的能启动快乐？哼，那它能启动我的约会开关吗？上次和新同事约喝咖啡，结果聊得好尴尬，连咖啡都变苦了。嗨，大家好，我是点哥。上一集我们聊到咖啡如何成为你个人的快乐小帮手但是就像小雅遇到的困扰当我们想把这一份快乐延伸到人际关系的时候是不是就没那么容易了？其实咖啡它不只会影响你的情绪那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超能力那就是它能成为你约会上的破冰神器。欢迎来到我的全新系列一杯咖啡的人际密码。那这个系列将带你探索如何透过一杯咖啡解锁人际关系中的各种难题。今天我们就从最令人心跳加速的场景约会开始第一集的旅程。那我会用心理师的视角带你探索咖啡杯里的约会心理学，并教你如何运用它拉近你与他或他的距离。那为什么咖啡能拉近距离呢？首先我们要回到咖啡因的本身你回想一下喝咖啡之后是不是感觉比较有精神，话匣子也更容易打开呢？这不是错觉从生理学来看咖啡因它除了让你清醒，那它还会触发你大脑分泌去甲基肾上腺素。这种物质通常与兴奋或专注有关。那也正是它在约会中的秘密作用它能轻微提升你的警觉度，同时减少大脑中的人际尴尬，让你更容易进入对话的状态。那在操作技巧上呢，如果你发现对方有点疲惫或者是你想让气氛更活络一点，你可以试着主动说我先去点一杯咖啡，要不要帮你带一杯？那这么做不仅能够让你们都进入更有精神的对话状态那这个小小的举动也会让对方觉得你很贴心。但是光靠咖啡因还不够咖啡它作为热饮它本身就带有一种强大的心理暗示那这就是所谓的温暖连结 warm connection 心理学。那一项很有趣的研究发现当人们手持一杯热饮的时候他们对他人的评价会更正面更慷慨。那这背后的原因是我们的大脑会将物理上的温暖自动解读为人际上的温暖。在操作技巧上呢，下次约会的时候一定要选择热饮热的。那你在交谈的时候可以轻轻的将杯子靠向对方，让热气靠近彼此。那这个无意识的举动会让对方在潜意识中将这一份温暖延伸到你们之间的关系上，让彼此的关系也更容易升温。最后我们不能忽略咖啡馆这个场景的本身那社会学家提出第三空间的概念家是第一空间，工作是第二空间，然后像咖啡馆公园这种半开放的公共场所就是第三空间。在约会中这里提供了一个中立、舒适、无压力的环境，避免了像餐厅那样要长时间的对视压力。在操作技巧上呢，约在咖啡馆它本身就是一种邀请对方进入你舒适圈的暗示那这无形中就拉近了彼此的心理距离。那在交谈中呢，你可以适时的询问对方对咖啡馆的看法譬如说你喜欢这间店吗？那这样子询问能够打开新的话题，让你的对话更自然。了解了这些咖啡的约会魔法，你会发现一杯咖啡它不只是一杯饮品那更是一个约会工具一个能够传达温暖和信任的媒介。你觉得在咖啡厅约会最怕遇到哪种尴尬呢？是 A 找不到话题聊，还是 B 突然的沉默？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的答案吧。最后帮大家总结一下如何把这杯咖啡变成你的约会神助攻。第一招用点一杯破除尴尬。第二招用热气传递温暖。第三招用环境创造话题。记住一杯咖啡不只是提神更是开启一段美好关系的魔法。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希望这集分享的约会魔法对你有帮助。
如果你对睡眠债的议题也感到好奇，想知道怎么好好睡一觉，可以点击这里观看我们的上一集影片。我们下次见。